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2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64.27，收盘价是273.5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4.85，最低价是在260.6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745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47 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并且上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并即将开始上行的走势。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慢线也要即将上穿零轴，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并且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在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9月11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突破的一个位置。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收盘价是收在了高位，下方留有缺口。那这将说明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这说明目前的这根 K 线它是一根宣示上涨的 K 线。那日后股价只要不跌破这个缺口的下沿，也就是256附近，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涨。那否则呢，股价会出现深度的回档。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1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244。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小幅的上涨，收盘价会在253.50这个位置。实际在9月11日收盘价是在273.58，出现了大幅的上涨。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这是一根宣示上涨的 K 线，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已经站上了我们定义的第一个目标，也就是前高261，也就是再次出现了头高，继续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这个多头趋势是自2023年8月18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好，我们先把这条水平线删除。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又站上了第二个目标，是273，它是一个强压力，所以我们把它也删除。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继续上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前高299.29，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好，那我们说股价目前的目标就是要站上299.29，如果这个位置被站上呢，我们会看到股价将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会再次出现头高。好，那如果能够站上299.29呢，也说明这一波回档成功。
那如果299被站上呢，接下来的目标，我们认为，就是特斯拉历史的最高，也就是414。那么在到达414之前呢，还会有一些压力位，例如314这个高点，还有是在385附近，这也是一个压力位，然后是在400关口附近。对，所以这3个高点呢，它不是股价上行的真正的目标，而是压力位。那股价目前只要站上299呢，它的真正的上行的目标就是414。好，我们呢再加一条水平线，就是我们加在314这个位置，就是先把它定义为是第2个目标。好，那我们说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99，将会继续这个长期多头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314。314如果能够被站上，那上方就是385。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好，那这是目前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目前的位置要到达299，目前这个上方的缺口，还有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头低的下行趋势线将会成为压力。那如果股价能够突破这个1号趋势线啊，它将会打破特斯拉股价下行趋势的最后一条趋势线。那么也就是说股价将会上行，否则呢，我们认为在趋势线附近或者在上方缺口附近都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好，上行的3个目标是299、314和385。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如果在上方遇压而出现回档或者叫反转向下，那么下行的第1个目标，我们认为依然是242。242是我们会看到这根突破的 K 线出现回档后的最低，也就是在9月1日这根 K 线最低是在242。那股价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说要也就是说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出现低点。对，那么242如果被跌破呢，接下来的目标是228。228实际上它只是一个支撑位。那股价如果真正如果是跌破了242之后出现深度回档，它真正的目标是212。那212如果被跌破呢，将会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样一个空头趋势。目前我们会看到上方还是有头低，如果出现回档跌破212呢，将会出现底低，也就是说会再次确认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好，所以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242、228还有212。那么在9月12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那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对于9月11日盘中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也就是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的最低。那在它的上方运行是容易收高，如果在它下方运行呢，股价会收低，一旦收低呢，会确认股价反转向下。实际在当日是一个大幅的上涨，不仅瓦解了这个变盘的信号 K 线，也瓦解了这个吊人线，还瓦解了这个母子怀抱
这个母线的最高，也就是瓦解了这3个反转向下的或者叫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好，那么对于9月12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274.85，我们把这个水平线上移，或者我们取一个整数叫275。那我们关注它的原因是，在9月12日盘中，如果股价能够在前高上方运行，是容易收高的；但是如果股价一直在它的下方运行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甚至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转向下的一根 K 线。对，好，这是我们关注这个位置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在8月29日收盘价257这个地方进场，有5%的多头的仓位。那在之后的交易日啊，我们给出的止损分别是237和守20日均线值。那么股价没有跌破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仓位是继续还是持有的。那到了9月11日，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在273.58。那在这个位置，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横盘突破，然后带有大的这个成交量，所以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在技术上是可以继续加仓的。那在这个位置，我们给出的技术上的加仓是10%的加仓。那这样一来呢，加上之前的仓位，目前是有15%的仓位的一个持仓。然后呢，如果是这样，我们说现在是盘后股价是在272，如果我们说是在273附近加仓，那么目前这15%的仓位的成本价应该是在267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到了9月12日，由于这个仓位啊虽然是有获利，但是呢，就是说一旦出现反转呢，是有亏损的风险的，所以我们给出的是止损位。那对于这15%的做多的仓位，止损位是在256，我们守这个缺口的下沿。好，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而言的。那么我们回顾一下，之前我们说在257这个位置5%进场呢，说获利的目标位是上方的273附近。那么股价如果到达这个位置，如果是比如说我们不加仓，那在这个位置也应该是获利出场了。对，我们重复这个信息的目的呢，是在说我们在给出技术上的做多建议的时候，通常我们只给止损位不会给出场的位置，但是我们会给获利的目标。所以说呢，在有多头持仓的时候，我们说股价在上方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仓位和这个叫做承受能力，可以随时获利出场的。对，那么我们只给出止损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空头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在之前我们说空头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73附近，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在9月11日，我们看到出现这样一个实体长中绿 K 线，对，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呢，里边当中也是有空头的回补的，也就是说，
多头的力量在不断的增加，然后使空头出现了回补，对，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对。那么在9月12日，我们说从273一直到上方的299，我们认为在这期间，一定会有空头的进入。那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一个是这个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焦点，我们看到是在279附近，还有上方的299，也就是它的2个回补位应该是在这2个位置。那么在这个区域进场的空头，他们的目标位应该是242，那首先应该是256，然后是242，甚至有可能是212。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12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上方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焦点在279，然后是第2个压力位是上方的缺口281到289，第3个压力位就是299。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这个缺口，是259.5到260.5。那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59到261，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57到258，所以2个均线值都会在缺口范围内，这是第1个支撑。第2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44附近。第3个支撑位我们给出的是242，也就是股价下行的第1个目标。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9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的第1个可能会是2个方向，一个是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如果继续上涨，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0，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82.5，然后收盘会收在281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如果出现反转向下，它将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71，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59，在这个位置，也就是会回补一部分缺口，然后收盘会收在262附近。出现反转向下的条件，它必须是大幅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7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那么如果股价既不出现上涨，也不出现反转向下，我们给出第2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小幅的回档。如果是小幅的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下方会到达268，然后上方最高会到达279，在这个位置，也就是会遇这条趋势线，成为压力，然后呢，收盘会收在271附近。
那么出现这样的回档呢，我们也给出一个条件，就是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27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回档。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